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其實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非常奇妙，甚至可以說是讓人感到極度焦慮的歷史節點。只要你打開新聞，滑一下社群媒體，幾乎每天都會看到各種關於人工智慧的驚悚標題。像是 AI 即將取代你的工作，人類準備面臨失業潮，甚至有科技大佬信誓旦旦地說，所有知識型工作者在不久的將來都會變得毫無用處。我完全理解，當你聽到一個擁有全世界數據庫的超級電腦，能在幾秒鐘內寫出一份完美的企劃案，或是寫出一段無懈可擊的程式碼時，那種深深的無力感與恐懼感，真的是非常真實的。你可能也會在夜深人靜時懷疑，我們人類的價值到底還剩下什麼，對吧？其實這種 AI 焦慮症的蔓延，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被一種錯誤的神話給洗腦了。我們把人工智慧的龐大運算能力誤以為是真正的智慧，同時又嚴重低估了人類大腦那種混亂、非線性卻又無比強大的本質。今天我們要透過史丹佛大學商學院最新的一項深度研究，為大家帶來一場深度的知識拆解。我們不僅要打破你對 AI 的過度神話，更要帶你重新認識人類心智的不可取代性。為了把這個議題講得透徹今天的知識拆解我們分成6個核心板塊。第一，我們來探討這股 AI 焦慮流行病。第二，揭開大型語言模型的幻象。第三，認識什麼是受限下的滿意法則。第四，解析直覺的強大力量。第五，看人類是如何從混亂中產生躍進。最後，為你總結出人類的絕對優勢。好，我們直接開始。重點來了，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 ，AI 焦慮流行病。這股席捲全人類的集體恐慌，到底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現在在各行各業，尤其是像工程師、設計師、分析師，甚至是作家這些知識型工作者，普遍都感受到一種深層的被剝奪感。這種感覺其實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來自於整個科技圈正在強勢推動的一種宏大敘事。為了理解這種恐慌的源頭，我們不得不去剖析硅谷那些新創公司的行銷手段。在舊金山的街頭，曾經出現過非常傲慢的科技公司廣告。其中一個廣告標語直接寫着“預測一切”，他們狂妄地認為，只要掌握了足夠的數據，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所有的行為與情感，全都可以被精準預測與控制。更誇張的是，另一個廣告上面竟然寫着“人類已經風光夠久了”。這句話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在暗示人類的時代已經結束，接下來是機器的天下。這種充滿硅谷精英傲慢的訊息，不僅制造了極度糟糕的社會氛圍，更反映出整個科技產業的過度自大。他們把一種極度特定的機器學習方式，直接等同於，甚至認為它凌駕於人類幾百萬年演化出來的複雜智慧。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來拆解他們最愛吹捧的終極宣稱。科技圈現在很流行一個說法，他們聲稱，在未來5到10年內，人類科學家和所有的知識型工作者將會被 AI 完全取代。這個宣稱聽起來真的很嚇人，但如果你仔細用邏輯去推敲，就會發現它建立在一個充滿嚴重瑕疵的前提之上。這個瑕疵就是，他們假設人類的智慧就只是單純的預測與數字運算。如果智慧真的只是算數學和預測幾率，那毫無疑問，機器的運算能力絕對海放人類。但問題是，人類的智慧根本不是這樣運作的。人類的認知涵蓋了情感、道德、直覺、美感，以及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混沌中創造意義的能力。把人類極其豐富的心智活動強行壓縮成單純的預測機器，這不僅是對人類智慧的嚴重誤解，更是一種策略性的降維打擊。他們的最終目的其實是為了推銷產品，獲取創投的資金，而不是陳述客觀的科學事實。我們必須先識破這層商業包裝，才能免於被不必要的恐懼給吞噬。我們繼續聊下去。既然科技巨頭的宣稱有問題，那我們就必須來戳破這個神話。進入第2部分，大型語言模型的幻想。我們現在就來撥開這些看似無所不能的 AI 外衣，看看他們在底層到底是在玩什麼把戲。其實，不管 AI 看起來多麼像一個有靈魂的對話者，它的底層邏輯說穿了就是一種暴力破解的統計學。這套運作機制可以簡單拆解成3個步驟。第一步，
吞噬網絡上龐大且已經被人類結構化好的文本。第二步，把句子裡的一個目標單字遮蔽起來。第三步，利用統計幾率去預測那個不見的單字應該是什麼。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像是我拿起牽繩去遛我的空白 ，AI 會怎麼做？它會去掃描它吃進去的所有網絡資料庫，計算出在牽繩和遛這些詞彙後面出現狗這個字的幾率最高，所以它精準填入狗。這聽起來很聰明啦，但我們要釐清一個深度邏輯：相關性不等於理解力。AI 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狗，不知道牽繩拿在手上的粗糙觸感，也體會不到遛狗時微風吹拂在臉上的感覺。它只是在玩一個極度複雜、運算量極大的填空遊戲。這是一種純粹的統計推論，完全不是我們人類所定義的那種理解。如果我們把 AI 和人類認知放在一起對比，就會發現，在資源消耗上有着天壤之別。人工智慧需要什麼條件才能運作？它需要像美國德州一樣大的超級數據中心，需要幾乎無上限的電力與冷卻系統，還要消耗數十億個已經被人類結構化整理好的詞彙，才能夠勉強假裝出它懂人類語言。這就像是一個拄着超級巨大工程拐杖的巨人。反觀我們人類的認知，我們受到非常嚴格的生物學限制，我們的大腦只有不到2公斤，運作功率大約只有20瓦，這跟一顆低功率的省電燈泡差不多。我們會疲勞，我們需要充足的睡眠，而且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接收到的數據量跟 AI 相比簡直是少得可憐。但是人越具有一種極度強大的稀數數據學習能力，一個3歲小孩只需要看過幾次真正的狗，就能在各種光線、各種角度下，甚至看到一隻畫得非常抽象的卡通狗時，瞬間認出那是狗。人類能夠從極度稀數的數據中提煉出深刻的理解與普遍性的法則，這就是人類完勝 AI 的地方。我們不需要德州大小的機房，我們靠的是幾百萬年演化留下來的生物學奇蹟。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 ，AI 靠的是海量數據與暴力運算，而人類靠的是極低的耗能與極少的數據。這就引導我們進入第3部分，受限下的滿意法則。來看看人類的生理限制是如何奇妙地成為我們最大的優勢。諾貝爾獎得主赫伯特·西蒙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叫做 satisficing， 中文通常翻譯成滿意法則或有限理性。這個概念的意思是在時間壓力與資訊有限的情況下，人類的大腦不會去追求那個完美最佳化的答案，而是去尋求一個足夠好能解決問題的模型來做決策。其實我們人類天生就是會偷懶、會疲勞，而且經常需要一心多用的。你回想一下你的工作日常，你什麼時候曾經擁有過100%完美的資訊才做決定？從來沒有，對吧？在真實的商場決策或是軍事戰略中，我們經常面對的是一團迷霧。一個優秀的高階主管，往往是在只掌握了60%的資訊，而且還在趕往下一個會議的路上，就能根據過去的經驗和直覺，做出一個足夠好且有效的商業決策。這就是滿意法則的威力。我們的大腦因為資源有限，所以演化出了一種極度靈活，能夠在模糊地帶快速適應的能力。我們不追求暴力運算到底，我們追求的是在真實世界的混亂中，找到那條最有效率的生存之道。這種容錯率極高的模糊決策能力，是追求絕對精準的機器極難去模仿的。請在腦海中想象一個數字200。人類擁有真正系統化的現代科學，嚴格算起來大約只有短短的200年。你想想看，這有多不可思議！我們這些擁有諸多生理限制、會生病、會疲勞、記憶力又經常出錯的靈長類動物，竟然在短短200年內，用我們這顆不到2公斤、功率只有20瓦的大腦，推導出來宇宙的複雜規律。我們登上了月球，我們解開了 DNA 的雙螺旋結構，我們甚至將量子物理學精確到了小数點後10幾位的程度。AI 需要吞噬全人類數千年的文本，才有辦法流暢地進行對話，但人類卻能在極短的歷史時間內，從無到有，建構出理解整個宇宙運作的數學與物理框架。這證明了一件非常核心的事情：人類的學習與認知機制絕對不是單純的統計幾率，我們擁有某種更高階、更特殊的概念化能力。這正是我們能在受限的條件下，依然展現出驚人成就的原因。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既然我們排除了人類大腦是單純的計算機，那裡面到底藏着什麼秘密武器？進入第4部分，直覺的力量。
我們要深入探討那些讓 AI 望塵莫及的認知科學機制。機器跟人類的這兩種運作邏輯有着本質上的差異。AI 擅長的是暴力最佳化，它的運作方式是連續的，必須一步一步來，而且極度依賴現有的數據。這就像是一個蒙上眼睛的人在爬山，他只能透過不斷試探腳下哪邊比較高，一步一步往上挪。如果他今天遇到了一個斷崖，他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因為他的數據庫裡沒有關於這個懸崖的資料，他無法做出超越數據庫的判斷。相對地，人類擁有的是概念躍進，它的特徵是不連續的洞察力、頓悟以及由直覺驅動的機制。人類在思考複雜問題時，經常會經歷一種突然的啊哈時刻，這不是從步驟 A 走到步驟 B， 再平滑地走到步驟 C， 而是我們可能卡在步驟 A 很久，然後大腦突然靈光一閃，直接跳躍到了步驟 Z， 瞬間看懂了全局。這種概念上的瞬間躍進是目前大型語言模型的架構完全無法做到的，因為它們的設計邏輯就是被限制在已知的數據空間裡進行平滑的移動。那人類為什麼能做到這種超越數據的概念躍進呢？因為我們配備了一套極度精密而且難以被數學量化的認知工具。我們善於使用隱喻和類比，我們能把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領域連接在一起，產生全新的火花。更神趣的是，我們對想法會有一種美學上的感受與難以言語的直覺。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數學家，為了解開一個未解之謎，願意堅持投入10年甚至更久的青春去研究。如果用機器的邏輯來看，這完全是不理性的，因為過去幾百年的數據顯示，所有人都失敗了，機器早就停損放棄了。那為什麼人類不放棄？因為他們心中有一種直覺，一種覺得這個推導方向很美，感覺是對的深刻信念。這種難以言語的直覺，這種對真理的非理性堅持，往往就是推動人類實現重大突破的關鍵。AI 沒有直覺，沒有對美的感受，當然也就無法產生這種創造歷史的執着。我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鍛鍊出這種直覺與洞察力的呢？來到第5部分，從混亂中躍進。這裡我們要探討 AI 的完美溫室與人類所處的殘酷現實之間巨大的鴻溝。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的一篇針對數學家如何產生洞察力的研究，他們描繪出了一個非常生動的認知時間軸。在第一階段，人類在面對未知與難題時，是完全沉浸在未結構化的雜訊之中的。我們根本不知道規律在哪裡，一切看起來毫無頭緒。到了第2階段，研究团隊觀察到一個驚人的現象。在數學家即將產生頓悟之前，他們的身體行為會變得非常不規律，眼神會四處游移，肢體會出現焦躁的動作，整個大腦與身體處於一種極度混亂和嘈雜的狀態。接着，最奇妙的第3階段發生了。從那種極度混亂的高壓狀態中，他們的大腦會突然收斂，躍進到一個穩定且清晰的分類理解，也就是找到了解答。這告訴我們，人類的身體與心智能夠將混亂、隨機性作為一種燃料，從中提煉出秩序與意義。這是一個從無序到有序的有機過程，是生命演化出來的超能力。所以這衍生出一個非常核心的疑問：一個純粹建立在統計學上的機器模型，真的有可能像人類一樣，有機力駕馭真正的隨機性、混亂與那些難以言語的感受，從而創造出真正的意義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你要知道，現在的 AI 之所以看起來很聰明，能給出結構完整的答案，是因為工程師在背後餵給他的是人類已經整理好、去除掉雜訊的高度清晰資料。那是人類咀嚼過無數遍的精華，是為機器量身打造的學習拐杖。但是在人類幾百萬年的演化歷史中，我們從來沒有這種拐杖。我們面對的是充滿危險、充滿未知、沒有標準答案的殘酷大自然。我們必須在混沌中建立規則，在無意義的雜訊中找出存活的意義。這兩種學習的觸發點根本是在完全不同的維度上。機器是吸收秩序，而人類是創造秩序。了解了這麼多艱澀的認知科學與 AI 底層邏輯，對你我來說有什麼實質意義？我們進入最後一個板塊，人類的絕對優勢。我現在要幫你把這些科學理論轉化為你在職場上的賦能武器。所有的關鍵都藏在這句話裡。生物學本質上就是混亂的、奇怪的，而且非機械化的。
科技公司一直想把我們洗腦成人類只是運作效率比較差的機器。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設定，那在未來的職場上我們就輸定了。但事實上，我們根本不是機器。你去看看大自然，看看那些長相奇特的烏賊，看看脖子長得不可思議的長頸鹿。生物學本身就是充滿了古怪的特徵與不可預測性。人類也是一樣，我們充滿了怪癖，我們的情緒會起伏，我們會因為一杯好喝的咖啡而靈感湧現，也會因為一場失戀而寫出動人的詩篇，甚至會在洗澡時突然想出絕佳的商業企劃。這些所謂的不完美與非理性，恰恰是機器永遠無法透過公式計算出來的變數。在追求極致效率的企業體制裡，我們經常被要求像機器一樣運作，但在 AI 時代，這種思想必須翻轉。我們不是按表操課的齒輪，我們是充滿創造力的有機體。你的古怪、你的直覺、你的同理性，正是你最堅不可摧的護城河。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第一，永遠記住你不是一台預測機器，別再拿自己去跟 AI 比拼處理資訊的速度和準確度了，那是在用你的弱點去打擊去的強項。你的核心價值在於提出好問題，洞察跨領域的趨勢，以及創造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第二，對世界保持敬畏與好奇，這才是驅動真正創新的動力。AI 不會對宇宙的浩瀚感到讚嘆，但你會。這份驚奇感會引導你走向尚未被探索的未知領域。第三，擁抱你的認知怪癖，你的直覺、你的美感，你那些說不出原因但就是覺得對的執着，正是你在這個 AI 時代最無可取代的終極優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面對 AI 的狂潮，我們不必恐慌。人類心智絕非單純的統計預測，我們在受限中高效決策，擁有跳躍思考的直覺力，更具備從混亂中創造意義的本能，這都是機器無法複製的絕對優勢。擁抱你的非理性與創造力，這才是你的價值所在。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期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